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我们今天节目的名字叫做“汪汪打工队”，掌声有请功勋卷天团。消防收遣主要是在灾害现场寻找生命的信号，海关缉私犬主要是在国家出入境查缉走私犯罪物品，刑侦厅协助重大刑事案件的侦破。我们了解一下为人类服务的工作犬。我们接下来呢，分别对4只狗狗进行测试。太可爱了，太喜欢狗了。是吗？睡，坐，坐下，坐。哎呦，我发现我们的一博不要在演艺圈了，你可以当一名训犬师。请一博尝试一下海关缉私犬训导员的工作。在前面给手势，站我们在他前面好吗？你看他要坐下了哦，重新来好吗？可以放松一点。羞羞，好感羞羞。同学们，刘晓欣消失了，刚刚出道这么长时间就已经打碎了汪先生家的瓶子，他已经去哪儿了呢？请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要实习的训练师岗位。不行，我都是口水了，这怎么办？等一下说嘛。很好，Good boy，不错。我要下台阶了，慢一点哦。兄弟，我下台阶了，已经。好，贴住狗。我们天天向上散发的光，天天向上乘风破浪。我们天天向上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来日方长。一起玩，不离不弃大声唱。下面有请有才华、有颜值、有爱心的天天兄弟。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猿辅导在线教育以科技助力教育，欢迎雨欣。Hello， 大家好，我是等待刘雨欣。雨熙跟峰哥特有渊源。雨熙呢，曾经是被峰哥淘汰了半个娱乐界的节目的总冠军。我们以前做过一个节目叫《向上吧少年》，雨欣当时也参加了，然后他是总冠军。啊，跟天天是有渊源的啊！当时为什么没有就是说淘汰呢？上卫生间去了，就幸免遇难。没有，我看到现在的娱乐圈，我觉得我的眼光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是雨欣今天站在天天向舞台上，就是最好的证明。雨欣比赛以后有多长时间没有跟节目组和跟峰哥见面了？其实有10年的时间。觉得我现在有什么变化吗？跟10年之前的我，峰哥是不是？峰哥是不是结婚了？结婚了啊？娱乐圈不能这么问的。哪儿有没有的事儿？哎，没有虚，正大光明的
就我觉得变富态了很多。怀胎6年多了，你看看这个啊。我们不聊这些，我们就聊一下我们的节目的名字叫做《汪汪打工队》。是。大长腿是养过的啊，养过一个了啊。99年我出道的时候，99年馒头到你家的。对，我带着我们家狗活了17岁。可以。一博也是很想养杜宾，你现在养了吗？没有，狗是需要陪伴去遛它的，你如果没有这个时间，是对它的一个不负责任，所以觉得如果有时间的时候再养吧。于心，你最想养柴犬，喜欢那种比较温顺、听话、沉稳一点的。有一种宠物叫前锋，温顺、沉稳，是很沉呐，又稳，又稳重，又重。今天还有2位爱狗人士也来到节目现场了，是，来我们掌声有请2位，有请。欢迎，又回来了啊！嗨，大家好，我是有洁癖的故人集跟领养了3只狗的刘以豪。大家好，我是很想养狗，但是从来没有养过狗的是双骄沈月。都在说自个儿剧中角色，对不对？偶像剧又开始了，哎呦喂！对，月月为什么很想养，但是没有养？没有机会养嘛，一直就是在外地出差。啊，以豪呢？我们家领养过3只狗，一只是博美狗，大概是从小学3年级领养到大学3年级，然后后来2只是土狗，对，但现在只剩下1只。哦，领养，我觉得这个很棒的。对。其实除了很可爱的宠物狗之外呢，还有一些狗狗呢是真的在协助我们的工作，帮助我们的生活，它们被称为工作犬。平常的工作当中或者生活当中有没有就是接触过工作犬？在机场好像有遇过那种缉毒犬、缉私犬，对，然后在路上有看过导盲犬，蛮多好像是拉布拉多在负责这样的工作。对。月月有没有在工作当中？没有，但是在剧组拍戏的时候会。演员犬。北漂犬呢？横漂犬呢？哪有？就是用于拍摄的一些狗狗，长得很漂亮的哈。他们还是训练有素呢。是。其实我倒是有接触，比如说做大型晚会，每次都会怎么样？搜爆。对。防爆犬。对，晚会什么的哈，有人看见。他们会到整个现场来走一圈、闻一圈，而且部队里面有那种警犬啊，那个都很厉害。接下来我们就要掌声有请训练有素、爱岗敬业的功勋犬天团。哇，这个很好看。哇！大家好，我叫连海峰，今年42岁，现任海关总署内力缉私犬基地教研室主任，从事缉私犬训导工作20年，先后带过120多头工作犬。大家好，我叫金毛，我和我的主人叱咤边关，查获了许多走私案件，我还是我们基地的全能担当。大家好，我叫欧阳红，今年37岁，是江苏省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收犬站的3级消防长。2007年从事收犬工作，至今为止培训过5条收犬。大家好，我叫比格，别看我是一个温顺可爱的小姑娘，任何救援行动我都勇往直前。大家好，我叫石小伟，今年37岁，来自蕲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技术大队，从事警犬工作14年，先后带过8条工作犬参与刑侦破案工作。大家好，我叫小龙，上岗第1年就协助破获了多起大案，是西南片区最年轻的1级功勋犬，很威风啊！我们欢迎这3组战功卓越的工作犬和他们优秀的训导师。特别听话，可好。月月，这3个你最喜欢哪个？比格，卷发这个，他比较温顺一点。比格啊，中间这只感觉也蛮可爱的。对，他那个牙有2个这个，起那种范儿的啊。
连警官他的品种拉布拉多，拉布拉多，拉布拉多名字的叫金毛。北京的京，北京的京，金毛啊。峰哥呢？这3个你最喜欢哪个？我喜欢那边小龙。哦，我也喜欢，很帅气啊。哎，这个特别像那个电视剧里演那种警犬的感觉。对，很威猛。大家都来自不同的领域，那么他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我们首先问一下连警官。海关缉私犬主要是查缉走私犯罪物品，在国家出入境口岸现场，在海关监管海陆空等渠道查缉毒品、枪支、爆炸物、货币、濒危动植物种以及检验检疫等物品。哇，他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小龙。协助重大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追踪罪犯，搜索物证和其他刑侦技术现代化这个科技技术配合进行破案的。哇，配合破案呢？不是经常看到有训练警犬的说，好上，然后这样咵一下，对，咵一下就咬上了。哇，太酷了！但是他看样子其实很乖啊，一博你发现没有？那个样子是，对，脾气好吗？脾气现在很好，到遇到犯罪嫌疑人他就不好。哦，看人，看见坏人。欧阳，我们消防搜检呢，它主要是在地震、山体滑坡、建筑物坍塌等灾害现场进行搜救。其实搜检的主要工作核心是搜救人员寻找生命的信号。哦。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有非常先进的生命搜救仪这样的设备了。对，因为在我们消防系统里面有生命探测仪和雷达可视探测仪。对。然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基础的3套组合起来，比如，先是用生命探测仪探测，或者用可视实验探测仪探测里面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用搜救犬定位，然后来综合确定这个地区那个被埋人员的位置。搜救，你看啊，欧阳胸口上。2个3等功，1个2等功，因为峰哥是在部队待过的，是你要知道，在部队能够拿3等功、2等功，个人多难啊！是。您跟我们说一下，这3块勋章分别是在什么时候拿到的？2等功是在08年抗震救灾的时候荣立的，另外2个3等功呢是在全国消防系统里面搜救犬培育竞赛里面拿到的。竞赛太棒了，都是拿个人的。搜救犬。我们平常会选择哪一种犬会比较多一点？大多数选择马里努阿犬和史宾格犬。这些犬呢，就是在灾害事故现场，因为环境非常复杂，就需要犬具备有很快的搜索能力和敏捷的行动。然后搜索到被困人员呢，它的示警方式是吠叫，对于陌生人来讲是不能具有攻击性的。而且它的体型相对来说小一点，对吧？对，因为它体型小，可以穿梭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狭小的缝隙都能够钻进去。石警官，咱们这个刑侦犬选择的范围，我们刑侦犬以前它是进口嘛，现在是我们国家自己培养出来的昆明犬。现在我们这个昆明犬呢被称为中国狼犬，现在好像出口古巴、巴基斯坦等东南亚国家，非常受欢迎。它有什么特质呢？昆明犬是一种多功能犬，多功能可以适用护卫啊、搜毒、搜爆啊、刑侦、缉毒啊，凶猛性强，嗅觉灵敏。狗狗的嗅觉是非常灵敏，普通的狗狗的嗅觉是人类的40多倍，特殊的狗狗通过特殊训练的，是我们人类嗅觉的100万倍。到了那种程度，我们闭上眼睛，我们就可以问哦，哪个人在这里？对，哪个导演在？现场有多少观众？分别身上用的是哪款香水啊？因为是100万倍啊，很难想象啊。哎，你刚才看见没有？就是现场一个声音，3条狗狗同时跟弹簧一样的，而且我们跟狗狗一起，好灵敏哦。连警官，咱们这个缉毒犬大概选择的范围会是哪一些？海关缉私犬主要以拉布拉多犬、金毛还有史宾格这几个类型的犬为主，因为这几种类型的犬，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比较活泼，然后猎取能力非常强，温顺，没有攻击性，比较适合海关各种不同的监管现场使用。连警官呢是刚刚讲过啊，训练过100多条这个工作犬了。对，这个优秀的工作犬它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其实我们在挑选工作犬的时候，和公务员考试一样，
它必须要具有良好的气质形象，然后合适的年龄。除此之外，还必须具备非常强的占有欲望。这个占有欲望怎么来表现呢？下面我给大家进行一次演示。我这里带有一个毛巾卷，我把毛巾卷扔出去之后，这个狗狗它会第一时间冲上去把这个毛巾卷咬住，就证明它占有这个东西的意愿是很强的。大家可以看一看。您别扔出去以后，小龙第一个冲出去。小龙拉紧啊，举报，举报，举报。好。这个时候，它咬住这个毛巾卷之后，主人就要和它进行这个拔河游戏。拔河游戏，但掌握一个要领，就是永远让狗狗处于这个胜利的一方，不能说让我们的力气大把这个毛巾抢过来，这是不可以的，并且要非常开心愉悦这样一种心情和它来玩。什么？加油！啊嘞 ！Goodbye，Goodbye， 蹦迪狗 ，Goodbye，Goodbye，Goodbye，大张伟，你感受一下。I'm sorry， 来，少男，您是没事的，它没有攻击性。我想到我跟我家那博美狗也这样玩过，对啊，但我们是拉袜子，往后拉就行了。Goodbye 呀 ，Goodbye 啊，可以摸它吗 ？Goodbye， 你好棒。我们扔它也可以，它也会那个吗？可以。哇，好灵敏。哇 ，Goodbye。很有节奏的。Goodbye。像金毛在您带过的工作犬当中，它算是很优秀的吗？海关培训集市犬一般只训某一类特定的物品气味。金毛这条犬可以说还是一条比较全能的一头犬，它现在会收9种毒品气味、5种濒危物种气味，还有4种电信诈骗的物品气味。除此之外，还会搜查货币。哇呀，这个就厉害了！连警官，就是缉私犬，它是怎么培训的？海关缉私犬培训主要要兼顾到2个方面。第一个，它对海关各类不同的现场所涉及到的科目，它都要能够搜查，包含着海关旅检现场的人身搜查、行李物品的搜查、货物及其运输工具的搜查、国际邮件的搜查。除此之外，它还必须对某一类它所需要搜查的走私物品的气味必须建立气味联系，并且还要不断的巩固强化。那接下来我们请一博啊尝试一下海关缉私犬训导员的工作。先请老师教一下你英文口令和手势。你要控制犬，好吧？一般是让犬站在自己的左侧。开始给可能说的可能就是用 find it， 英文 find， 翻你的，你翻你的。开始搜查的时候有一定的手势，我可以做一下，你看一看。find it， 然后你跟着犬一起移动。他找到之后，他一般会做出坐下的示警方式，然后我们就符合他和口头鼓励，然后就接着往下收。你会从第一个开始，来，find it， 往下走。新一代这个时候可以放松一点，find it， 可以适当的按压每一个箱包。翻译，你看他要坐下了。哦，有可有无了。Good boy，Good boy。好，一个。它这个里面可能有可有无。来，翻译，翻译。是这个吧？一般是等他坐下来之后，你看了，Good boy。翻译，翻译。
来翻译。翻译。他犹豫也是一种。Good boy， 最后一个我就可以奖励一个毛。Good boy。Good boy。Good boy。一博老师拔得挺好的。哇，太帅了，好厉害！哎，我跟你说啊，我们觉得你好适合，是吧？你感觉他带着你在，对他就会自己就是很专业的去找。我们看一下这个金毛搜查出来的这些有问题的箱子。哇，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这是一个真实的象牙啊，因为象牙属于濒危物种制品的。出境旅游的时候，虽然有些国家它管理的不是很严，允许购买，但是你如果购买之后带回国内的时候，被中国海关查到之后，会追究你的责任的啊。我们国家是明令禁止销售象牙制品，很多不法的这种商人猎人，他们为了获取暴利，刚刚长出来的象牙，他们都把它给屠杀掉，很残忍。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打开这个。哦，有钞票，我1毛的，哇，好珍贵，这超过2万了，这。我们主要是利用它这个气味，这个大家如果经常出国旅游或者是因是这个出国境的话，携带人民币限制的2万元，携带超过了一定的数额，能闻出来。可能超过2万的气味是不一样的，会溢出来更多。每一张人民币上都有油墨的味道嘛，我们只给它闻2万以上的味道，就是那个浓郁度，钱味儿，油墨的味道。密封的这个纸箱子，看看，快递爷里面有啥？手机卡、电闸工具、优盾啊或者什么的，是吧？这是银行网上支付的优盾。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因为这2年电信诈骗比较猖獗，我们日常所见的这个手机卡、银行卡、优盾，像 POS 机、公司的一些营业执照、公章这一整套的啊，这都是电信诈骗的工具。所以说，大家不要是为了一点小的利益，把实名制开的这些电诈物品把它售卖掉，或者是借给别人。对。好，我们接下来问一下那个欧阳啊，搜救犬平常是怎么训练的？我们搜救犬呢，大多数都是选择10个月左右大的型音，为期4个月的初训。初训的内容主要有对主人的依恋性，然后环境适应训练。主要训练的是实战化的废墟训练，最终还要经过严格的考核，成绩合格了才能成为一条真正的消防搜救犬。接下来我们请沈月和我们的以豪前往对面的废墟当中，藏在箱子里，然后呢，欧阳以及我们这个比格呢都转过身去不看，然后他们来找到你们，好不好？好。好。下雨啊，倒是可以一个人躲一个箱子，也可以2个人啊，可以2个人分开躲。哦，分开躲啊。好，来 ，Good boy，Let's go， 开始。首先要调整他的兴奋性，让他知道接下来要工作了。叫，好个，收。好，一个。
是沈月先叫的啊。什么是沈月先叫的？收。还有一个。收。收。好，真可以。好，这个特别靠谱，因为你说废墟里头人要是埋底下哈，对，这就是生命啊。我刚才想说停止呼吸，看他会不会找不到我。怎么可能？身上的气味啊。好，我们问一下那个石警官啊，刑侦犬是怎么训练的？刑侦犬我们主要是训练那个硬质地面追踪，还有那个山地追踪、血迹搜索，还有那个物证搜索。请小龙给大家演示一下他是怎么破案的。好，来有请。王先生家的一个心爱的工艺花瓶被打碎了，现场留下了一把铁锤。警察通过对周围的排查摸索，锁定了6位嫌疑人，他们分别是钱晓峰、张小伟、王小博、刘小星、沈小月、刘小豪。现在，请石小维训导员带领小龙从场上的6位嫌疑人中找出真凶。现在这个是嫌疑人用过的锤子，我们现在来提取他这个锤子上的锈源。锈源。对。然后擦拭一下他留下的这个气味。已经开始工作了，高兴了，对不对？一有活就高兴，跟你一样啊。对，来活了，嘿，还弹得不错，关键是。着急，他着急了啊！他自己要嚼袋子了，你看见没有？自己要工作了。好，放在这个秀银罐里面。好。你拿一个纱布，30秒钟，然后你们就放到罐里面。造起来了，忍不住了 ，hold 不住了，你看。秀秀，好盖秀秀，哎，秀秀。够了，秀秀，哎，好的，闻一下就够了，哎，好，哎，闻得好快哦，哎，好，来，来，秀秀，来，秀秀，小心，好可怕。好可怕！好，哟，蹲下了，找到了。真的吗？是。刘小新。他是这3个犬种里面的最狠的一种犬。同学们，刘小新消失了。不过你看看，刚刚出道这么长时间就已经打碎了汪先生家的瓶子，他已经去哪儿了呢？我们现在就用小龙来追踪，把他抓到。好，闻着气味去找。来，秀秀，哎，好，过来，来，秀秀，来，秀秀，快躲起来！他刚刚已经太激动，我在哪儿？让我看一下。来，秀秀，哎，好，过来，来，秀秀，来，来，秀秀，来，秀秀，好，干，秀秀，哎，好，秀秀。来，秀秀，好干，秀秀，哎，好，秀秀，哎，好干，秀秀，秀秀，
退休。发现嫌疑人，发现嫌疑人。这么突然吗？举起手来。好可怕！出来，真棒！就抓到了，嗯？哦，对对对，我藏了2层楼，就绕了很远，然后藏到一个房间里，化妆间里，想让他口下留情，没想到他坐在我的门口。太棒了啊！刚刚我们领略了公安、消防、海关各类工作犬的厉害。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种特定人群生命当中离不开的一种犬，就是为人类服务的工作犬。我们了解一下。好。哦，边牧。好可爱，我妈。哇，好乖！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的国际导盲犬指导师，我叫王林。大家好，我叫王鑫。今天我们带来了2只刚刚训练完成的导盲犬。大家好，我叫辛迪。他们都说我有着和年龄不符的沉稳。哼，我在学校学习了14个月，现在眼看马上就要毕业了，要准备开始忙找工作的事情了。大家好，我叫卡门，我比较聪明，上学只上了6个月，现在也和辛迪姐姐一样，马上就要毕业了。好可爱！大家好，我叫吴起，是中国治疗犬项目的创始人。我今天带来了2只治疗犬，希望能够治愈到大家。大家好，我叫尤达，我擅长转圈、跳呼啦圈、装死。装死了，我也擅长。我是情绪小侦探，细小的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大家好，我叫小家伙，我擅长飞盘、举手和鞠躬。学习这么多才艺，都是为了能让你开心呀。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我觉得哇，这一组也是很了不起的狗狗。今天啊，你们6位还有任务，就是通过对2对服务犬的了解之后，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意愿，选择成为一种犬类实习的训练师，帮助他们完成上岗的测试。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最近频频上热搜的导盲犬。2位呢是拥有国际导盲犬指导师这个资质的人啊。导盲犬的名字并不陌生，但是生活当中我们其实看到的机会并不多。那目前普及情况是怎么样的，王老师？是一个极度稀缺的状况。中国有1731万的视障人士。国际导盲犬联盟的标准呢，是一个国家，拥有1%以上的盲人拥有自己的导盲犬，才可以称为普及。我们现在呢，全国大概导盲犬拥有量，全国也不足300只。那也太少了呀。对，所以说它比大熊猫还要稀少。能够拥有一条导盲犬来说，对他来说是极其幸运的。是的。就是他们的眼睛。对，就是他们的眼睛。那为什么导盲犬的这个数量如此稀缺呢？首先呢，就是说耗时比较长，培训一般都是12个月到18个月。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导盲犬淘汰率是很高的，对，高达55%之上。什么叫意思？就是有一半是不能训练，结果是不毕业。对，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是资金比较短缺，1只成功的导盲犬培育费用是20万人民币左右。哇！因为我们基地是免费面向全国这个视障人士发放的，所以我们是没有资金回收的。然后我们人均工资也很低，每个月也就2000块钱人民币左右，所以就是人员流失也特别大。太不容易了。对，而且他们俩这么无私的人，那怎么坚持下来啊？一月2000。早些年真的只是单纯的喜欢，然后当我自己培训的狗狗交付给盲人使用了，然后他回家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我亲自接我儿子放学了。我说接你儿子放学有什么的呀？他说
是我第一次独立接我儿子放学了。他特别感动，所以这份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也非常的开心。其实我呢，大家只了解我是导盲犬的工作人员，我是训导师，但是其实我还有另一个身份，我呢是导盲犬的受益家庭，我妈妈是看不见的。其实我在日本留学读博士的时候呢，我妈妈就申领了第1只，然后也没认为说她会帮助盲人怎么样出门，就完全没有概念。直到我回国了之后，他已经在我家将近1年了。之间呢也是，哎呀不信任他呀，也去拽妈妈，也去扯他呀，就总觉得狗狗不安全。然后后来慢慢观察了一段时间，会发现真的不一样。他除了说会领路以外，就说盲人呢他看不见，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跟他打招呼，他不知道跟他说话。对。他就不回答了。那一两次之后呢，可能别人就不再跟你打招呼了。但是呢，有了狗狗之后，都说哎呀，贝贝，妈妈你出去啊。这狗狗是不会讲话的，自然而然的是我妈妈回答，这样是更多的与人互动了，从而呢，他会觉得他不再孤独了。所以呢，我会觉得说，他不只是能让盲人走出家门，还是一个打开心扉，对，是心灵的慰藉。而且他觉得身边有欢乐的情绪在，对，因为狗狗的那种肢体碰撞、尾巴摇，会让看不见的朋友觉得身边有欢乐，被需要。是，就他们是一个互相的一个作用。所以呢，我会觉得，哎呀，能训练成这样的一只狗的这群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好奇心，让我一直就是在这导盲犬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你看多可爱，俩人脑袋还耷拉在上面。该工作工作，不工作歇会儿，就这多好，峰哥。现在闭目养神呢，真的就在闭目养神。真是没活儿就趴着，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自己的主人在这跟别人聊天，他就趴在这儿。他习惯了，别人聊天他们也不打扰，就记着以后回去跟别人说八卦。我跟你说呀，我们家这主人呐，这挺好的。对，我们今天带来2只都是拉布拉多，就是是不是所有的拉布拉多或者是金毛或者什么都适合做这个？在国际上呢，就是有金毛、拉布拉多、德国牧羊犬，还有一个就是标准贵宾犬。在我国目前就是已经上岗的导盲犬呢，只有金毛和拉布拉多。因为德国牧羊犬呢，它可能长相显得有点凶，对，可能大众接受程度会比较低。标准贵宾犬，哪儿都很好，也很聪明，但是它略微有些敏感，所以训起来可能比较难一些。但是目前我们基地已经在开始做测试，有标准贵宾犬，只是还没有投入使用。我们问一下，像这样的狗狗经过几个阶段的培训，1年下来？要经历3个培训阶段。首先就是它幼犬的培训期，小狗出生45天之后，我们会找一个爱心的寄养家庭，但是它要进行很好的社会化训练，就是带它去不同的环境，去多见人、多见车，说白了就是多长长世面，跟小孩一样。对，是的。然后第2个阶段是专业化训练阶段，一般我们基地是金毛是14个月，它成熟的晚一点点，拉布拉多是12个月，会送回基地进行专业化的训练，它还会进行行为学的测试，如果过于胆小、过于兴奋，甚至有任何的攻击倾向，都会被淘汰掉。还不能特别兴奋，一定得安稳一点。通过行为学测试的狗狗呢，我们才能进入到主题，也就是说教他们导盲技能，首先是要学会口令。一个合格的导盲犬呢，它至少要学会30个以上的口令。30个以上？对，我领辛迪给大家展示一下。辛迪工作啦，起来。辛迪，哇，你要说起就起来哦。我跟你讲，刚才辛迪翻了个白眼。抖擞精神啊！好，辛迪坐下，好棒，哇，好棒，好，辛迪等着不许动啊！掉拖鞋。等着，让他等着就等着。对，而且他的目光一直在主人身上。到妈妈左边来。左边，他比我强。好棒，辛迪，好，辛迪上，那你可以休息啦。
口令训练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正式的进入行进的训练，就是最开始在比较安静的环境下进行走直线呀，躲避障碍物。当它达到很稳定的情况下之后，我们将会佩戴导盲鞍到比较复杂的闹市区，教它实地的训练，也就是如何导盲的技能。那最难的部分训练当中是哪一个需要突破的？最难的部分呢，就是过马路。其实所有的狗狗都是色弱。哦，色弱。对，它不是看红绿灯过马路的，它是通过人流、车流、车速、车距，它都要判断。然后他认为安全了，才可以带领他的主人通过这段马路，所以他的判断性非常非常重要。哎，那他这个导盲的过程是不是就是本身盲人朋友他们平常走的路线要教他走一遍，还是陌生的路线他也可以呢？其实吧，我们这个狗狗是很聪明的，它相当于5岁左右孩子的智商。当然了，我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也不认识路，那狗狗呢是通过去教它认识这个目的地，例如啊学校啊、超市啊。它熟悉了之后呢，我们只要给它下口令，给我们避开障碍物，顺利的领我们到达目的地。第3个阶段是共同训练期。共同训练期呢，是未来的主人和导盲犬一起经历40天的训练。在这训练期间呢，导盲犬和使用者还需要经过2次考试，考试通过后才能持证上岗，出入公共场所。盲人要考核啊？对，盲人要考核是否能驾驭住它。哦，是这事儿啊。对。那有没有那种就是盲人朋友就是比较怕狗啊？有。其实我们这个狗狗呢，其实从育种包括选择都是起码3代以上没有攻击行为的。就像我们共同训练的第1天开始介绍狗狗之后呢，就会让它24小时在一起，然后第2天都会问大家睡得怎么样呀，跟狗狗相处的怎么样？哎呀，我很害怕，我晚上没睡好觉。我说为什么呢？它这么大，我怕它晚上起来咬我一口。但是其实呢，狗狗也是这么想的。狗狗也会想，你这么大，你不会晚上我睡着了，你起来咬我一口吧？谁怕谁呢？啊，对啊。现在好像我们大家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认知，就是盲人朋友是可以牵着导盲犬进入到公共场所的。是的。但其实是有这样的条例。是有这个条例，无障碍条例就早就公布了。那我们走到这块了，正好赶上中午，我们说，哎，那我们就上饭店去吃个饭吧。当然人家就拒绝说，哎呀，你这个狗掉毛啊，别的客人会影响啊，诸多理由去拒绝你。就像咱们高度近视，你能说进餐的时候你把眼镜摘在外头？你说那哪行啊？那有的人脱发也不能进啊。嗨，你更狠。如果我们生活中碰见了工作中的导盲犬，也呼吁大家做到4不1问。那不呼唤，不抚摸，不喂食，不拒绝。那也请询问一下我们的视障人士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大家对于导盲犬 Cindy 和他们都已经有了了解了，那么接下来请选择要实习的训练师岗位。导盲犬吧。我也导盲。来，前锋你呢？导盲犬。导盲犬，好。恭喜大家成为导盲犬的实习训练员。在这里，我们将进行岗位的分配。第1个是 Cindy 的实习训练员，第2个是 Carmen 的实习训练员，还有一个就是实时记录员。如果想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训练员，他要有一定的空间感、方向感，也就是说，我们要切身体会盲人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才能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训出更实用的导盲犬。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有2个测试来分配这3个岗位。哦，就是说我们要竞争上岗，然后跟2只小狗。是的，是的。Carmen 肯定是我的啊。第1个测试就是蒙眼体验，会给你们每个人发一个眼罩，然后原地转3圈，然后根据我的声音找到我的位置。我连左右都分不清楚，更别说找。来，我们开始了。正面。这姑娘真实在啊，3圈就是3圈。这边，这边。转起来，哇！哟，什么东西啊？超级棒！哇，这算1次成功了吧？特别棒！这是成功了吗？
一次成功，这个太简单了吧？好，这个太简单了吧？那你试试，你不一定，我可以啊，来了。1、2、3。好，听见拍手的声音了吗？哎，我听见观众对我的掌声了，谢谢。不是鼓掌，让你听方位呢。谢谢这边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是不是这边？你得走过去啊。那你得拍一下这位观众。不行不行，我已经记住了，对不对？对。我刚才就开玩耍，我当然知道在哪儿了，对不对？等会儿，我跟你说，哎，哦，撞墙喽！哦，对，还真的是墙。我先幽默一下。来，您再拍一次。来，您再拍一次。来，您再拍一次。哇，这人有多宽呀？前方是你在拍是吗？怎么左右都有人呢？没有，人家老师手长。哦，我刚才听见了这边有声儿，这边也有声儿。这儿。啊，你在哪儿？这儿。在这儿。这儿。不是找雨欣，是找一个掌声。你看，又拍了，刚刚又拍了。呀呵，还能倒着走，倒车。那个掌声在这边。很好，很好，有潜力。现在呢？快了，快掉下去了，还是怎么着？哎呦我，哎呦我，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哎呦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好，老师最后再拍一下。好，在这儿。好，恭喜大张伟再次撞墙。这个太简单了吧？来，我来了。到了吗？对，峰哥就在那儿。到了吗？就往前走。是吗？往左，往左。哼，听你的。我不是，你看，这就是我这么多年白弄了，对不对？往左就对了，你听我就是对的。好，可以。你看啊，可以呀。你看，往左是对的。这个眼罩就会让你们失去方向感与空间感。大家谈一下吧，觉得自己可以吗？不可以，我因为是得到了大老师的帮助。就是说戴了眼罩之后，只是因为没有方向感了。因为合格的训导员，他需要戴上眼罩，然后跟着狗到室外。室外？对。那峰哥肯定。那是有点恐怖。通过第一个测试，刘雨欣老师呢特别棒，就是不管是速度还是方向感、空间感，特别快，都是 No.1， 不愧是我选出来的冠军。然后谁选择实时记录员？那这样吧，我去吧。那太好了。那我在这边。卡尔曼，岩石爸爸出来了，岩石爸爸，真是乖。卡尔曼，雨欣跟他们已经配对了。好，那我们就定了啊。要出去走路了嘛，我们会先教大家几个简单控制狗狗的口令。那第一个呢，直走，请老师试着说一下。直走。这个语气不够，因为你现在要指挥狗狗。直走，是这么凶吗？对。那我们要跟狗这么凶干嘛？不是要凶，其实它是用音频去判断字的意思，需要你把这个直走的第二个字往下沉一点。大老师，您说一下。直走。直和走之间再近一点。直走。很好。哦，那北京话说一下，走。那第二个口令呢？别分心，别分心，不够严厉，别分心，很好。干嘛要这么不开心呢？你要是个领导者，别分心。好吗？声音洪亮一些好吗？我不喜欢严厉啊。别分心。别分心。哦，唐国强似的老师啊，我就感觉自个儿唐国强就可以了。别分心。对，
还有呢，那狗狗给你们工作的很顺畅的时候，是不是要夸一下它 ？Good boy，Good boy， 我们是 Good girl。哼。好，那我们现在在室内，先让大家体验一下怎么样跟它走。然后你不要动，左手拿起导盲鞍，好，它在你的左手边。右手也不行啊。因为这个交通情况是这样的，所以它永远是在最危险的地方。来，Cindy，我们开始直走了啊！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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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走。一个口令一个口令的下啊。哦，不能碎。直走，直走，直走。你看，你看，哎，走不了了。可以睁着眼。直走 ，Cindy，直走 ，Cindy，直走 ，Cindy。哦，又拐弯了。啊，就这么一个直走都那么难啊？啊，跟他说走吧，然后告诉他直走。走吧，直走，走，好狗，直走。哎，雨欣是可以的啊。你看人家，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你怎么回事 ，Cindy？没事啊，咱们不学人家，你喜欢怎么走怎么走，浪迹天涯，走。所以你要大胆的跟他走，他才能愿意给你导盲。Cindy，直走，直走。哎呦，也行了。啊，到室外我要嘱咐大家一句：当导盲犬停下的时候，就是一定是周围有障碍了。大家可以用你的右脚在前方左右探一下，或者用你的手向斜下方左右这样划一下。啊，大家准备就绪，我们就可以到室外去。好，走吧。哎呦，马上就要到户外了，今天太阳挺大的，是，赶紧拿出我的这个植物医生的防晒露涂一涂啊。哎，那二位平时这个带狗训练会不会很怕容易晒黑啊？我们训导员每一天真的像在走马拉松一样，赶上特别炎热的夏天，都有把脸就晒伤的情况。那这个你也赶紧擦一下我这个防晒法宝，哎，好，来自我们植物医生的啊。这个植物医生的防晒露呢，内含高山植物的石斛蓝，这里面纯净的仙草活性成分，不仅可以修护和滋养肌肤，石斛仙草呢还可以淡化表情纹。你看看这个大太阳的时候啊，需要防晒。那么阴天呢也可以涂，因为紫外线它怎么着无孔不入，所以说一定要一年四季都涂防晒霜。这个防晒露涂起来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跟没涂一样，特别的轻薄，很清爽的？一定要多涂起来了。好，那现在师傅我们准备就绪了，要开始出发了。一会儿我们从这里出发，戴上眼罩，走到广电大楼的正门，大家千万不能摘下眼罩。如果你摘下眼罩，就相当于自动放弃，我们这只狗狗就没法顺利毕业。哦，会让这只狗失望。对，而且其实对于我跟峰哥来说，这段路其实我们真的闭着眼就能走，对不对？咱们已经走太多危险了啊！但是今天是主要是对狗狗的考核，好嘞，好不好？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哇，现在此刻有点恐惧了。哎呦，哇！我之前说了有点紧张啊。往他身上贴，往狗身上贴。哇！现在停了什么意思啊？没有东西啊。哇，路上有个鸡腿儿。哎，兄弟，不要吃鸡腿儿，不要被诱惑。金毛 ，sit。好嘞，你看着点。哇！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待会儿见。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猿辅导在线教育冠名播出。猿辅导在线教育以科技助力教育。一会儿我们从这里出发，戴上眼罩，走到广电大楼的正门，大家千万不能摘下眼罩。如果你摘下眼罩，就相当于自动放弃，我们这只狗狗就没法顺利毕业。哦，会让这只狗失望。对，而且其实对于我跟峰哥来说，这段路其实我们真的闭着眼就能走，对不对？咱们已经走太多危险了啊！但是今天是主要是对狗狗的考核，好嘞，好不好？开始出发了，走 ，Carmen， 直走。哇，现在此刻有点恐惧了。对，放松一点儿，多跟他说说话。Carmen， 慢一点。要表扬表扬他吧。好狗。这是哪里啊？在下坡。
还在下坡吗？我怎么感觉下了这么久的坡？到平地了吗？对，到平地了。Cindy， 慢一点哦，直走。Cindy 太棒了，走了，慢慢走。你是最棒的小狗。Cindy， 你在我的心底。你走得好放松，特别好啊，就这样走，不用怕的啊。咱马上要把他们超了。Cindy 没事儿，咱们可以稍微慢一点点啊，Cindy。没有，很好。直走 ，Carmen。严厉一点哦。哇哇 ，Carmen 直走。哎，真的很听话。往他身上贴，往狗身上贴。哇哇！别怕踩着，千万别怕踩着它，那还是会出问题。因为你不太敢往它身上来，你看它给你撞了，它也不太敢走。直走 ，Carmen。很好。还是拿手摸一下。对对，你可以的，都可以的，只是你不要怕踩着它，千万要贴住它。慢一点 ，Carmen。好，它是不是停住了？走哪儿去了？对对，往前挪，对，很好。Carmen 真棒。雨欣尽量保持跟狗的这个距离。贴住，慢一点 ，Carmen。真棒。Cindy 往哪边走啊？哎，停了。哦，哎呦哦，现在我要用脚。来个台阶儿啊，好。对，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Cindy？Cindy， 我下台阶了，已经。好，谢谢。我们到了马路上，车也比较多，然后你也要注意了，大老师，放松，贴紧它。我贴着呢，Cindy。哎呦，要停了，停，不，没停，要，哎呦，我听见车了，我听见车了，有点紧张啊，Cindy，现在我们过去了吗？马上就过去，跟他说找人行道。人行道。跟他走。好了 ，Cindy 可以。听狗令啊，不是听口令，听狗令，听口令听得很好啊。对，往前走，很好，跟狗走。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路况啊，两边都是电动车，所以你要紧紧的贴紧它啊。还是有一点恐怖。对，那是没关系，你可以告诉他，让他慢一点走。慢一点 ，Carmen。好，他要给你拐弯了，很好。我怎么闻到了一股很油的味道？哇，你的鼻子比狗还尖哦。对了，很棒。慢点 ，Carmen。你们俩配合的越来越默契了。Carmen， 真乖。走了，兄弟，我是 Cindy。兄弟，叫 Cindy。哦 ，Cindy， 我是大 Cindy。我不会踩着他脚是吧？绝对不会。哎呦喂，这样走其实很放松啊。Cindy， 谢谢你哦。好，停下了，我们到了路口，你给他下一个右转的口令。真的呀，右转。哎，不用停，哎，好，Cindy，谢谢。现在停了什么意思啊？没有东西啊，什么都没有。哦，有那个
有树，Cindy， 可以走了吗 ？Cindy， 可以走了。特别平稳。Cindy 太棒了。哇，路上有个鸡腿儿。哎 ，Cindy 不要吃鸡腿儿，不要被诱惑。看都没有看。哇，好 Cindy。大老师你太厉害了，还行，舒服。你完全就是跟着他走了。那就是啊。我离他好远。就是老怕踩着他脚，对不对？对。现在我就着Cindy与大老师总结一下，真的没想到啊，大老师的一个胆量特别棒。我平时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我连走到都害怕呀。你呢，哦，谢谢。然后Cindy呢，第一次跟大老师一起工作，我们这一段路遇到了一个封闭式的障碍，他领你绕下了人行道，他既要躲着车，又要躲着这障碍物，会走得很慢。之后我们又经过了一段狭窄障碍。是吗？对。不知道出个门这么危险呀。对，跟他们一起走呢，是不是稍微有些紧张？但是他们选择了里侧人行道路，为什么？男生的肩跟女生的肩还是有差异的，这是狗狗自己的选择，就是说它根据你的这个肩宽去判断我这条路可不可以走。这么细心。对，虽然是第一次跟他在户外走，但是最终还是完成了我们这次的考核。谢谢他们，真棒。好嘞，待会儿台上见了啊。好了，现在大家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啊，两组分别来总结一下自己这个岗位的实习情况。你在那个过程中是什么感觉？就完全闭着眼睛，很放心的让他带着吗？最开始感觉是没有那么信任，时候长了你老蹭到他，你感觉这半拉腿都是他的，就是感觉他在带着你走。盲人朋友的另一条腿。对，而且那个我摘了眼罩之后，老师告诉我这一路躲过了什么，我才知道哇，大街上这么危险。而且韩哥路上有个鸡腿儿，谁都包括小狗都没有发现，只有前锋一个人发现了一个鸡腿儿。多大一鸡腿儿啊！我差点扑上去，但是我们的导盲犬一点都没有分心，认真完成了工作。雨欣什么感觉？会让人很舒心吧。然后包括我在路上走的时候，其实刚刚老师说他会感知到你的肩宽，所以他会告诉你是走下面的道路还是说人行道。就是你把眼罩戴上，然后牵着他走的时候，你放心吗？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因为总感觉前面有磕绊的东西。啊，对，我觉得导盲犬是一个特别伟大的犬种，可以说是盲人朋友的另外一双眼睛。所以两位老师来宣布一下，通过考核能够顺利上岗的导盲犬是 Cindy、Carmen。耶 ，Cindy Carmen， 恭喜！今年的这个4月28日呢，是这个国际导盲犬日，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关爱导盲犬啊，为他们营造更加温暖的工作环境。是的，导盲犬呢算公众认知比较多的犬。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大多数人没有太听说过的一类服务犬，叫治疗犬。这只狗狗的话，这样帮我先牵一下，好不好？月月可以牵，月月你牵着它，你把这个可以交给雨欣。好嘞，没关系，它就在这边。好了，好嘞，你看着点。小心！哎，小心！沈月的体重，我估计跟那只小狗差不多，一牵就牵走了，拉着直接去球机场办，直接拉不过，你知道吗？吸走的感觉，直接拉走了。其实我刚刚安排的目的呢，其实实质上是让我们这个月月先在旁边先帮我牵好啊。这只狗狗当然它比较活跃啊，那还是我来吧，来。我叫吴启，从事宠物行业呢已经16年了。因为我呢参与的这个治疗犬项目到现在呢已经有9年的时间，现在受助群体的话已经达到10万多人次了。哇，特别的棒啊！大家都很少听过治疗犬，那什么是治疗犬呢？治疗犬呢，实质上它主要是通过动物辅助治疗的方式来帮助一些人，比如说进行肢体复健，然后心智改善。那增加他们的互动能力，比如说改善这个自闭症孩子的一些注意力等等。在国际当中呢，这个治疗犬呢，其实应用是非常广的，比如说在机场、学校、儿童医院都可以去帮助一些受助群体来解压、放松，增加一些互动。
那他怎么能逗一个人开心呢？或者怎么着？就是他有什么一个专业的培训吗？那我有一次在苏州福利总院，我们当时呢就是跟这个机构达成了一个合作，我们就把治疗犬就带进去了。然后那时候呢优大呢就冲在第一个。当时呢有一个特别大的孩子，差不多18岁，因为从小被遗弃的关系，那他跟外界几乎都没有接触，而且他没有见过狗。狗狗在碰到他的这个腿的时候，他就跳起来了。后来引导那个人抚摸狗狗，甚至能抱着狗，最后是牵着狗狗把我们送到这个医院的门口。第二天，那个护士给我打了个电话，吴老师，你知道有那么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吗？那个孩子指着狗狗的照片，他想要那只狗，但他没有语言。那个医护人员就拿了一只玩具的一个毛绒玩具的狗狗给到他，然后牵的毛绒玩具在那，他有一个链接了，摆脱了原本可能已经固化的行为习惯，每天就是吃饭然后睡觉，就这样的一个行为习惯。所以说狗狗的神奇之处，有的时候是无法直接用语言去做表达。那什么样的狗狗可以成为治疗犬呢？通常来说，我们这些狗狗都要经过一定的测评的，因为它要对于环境适应，然后呢要有一定的服从性，还有一个是去敏感化。比如说像这样的狗狗，我们拽拉它的毛发，它是不能咬人的；抚摸它的身体的各个部位，它不能有抗拒性。其实就在昨天呢，吴起在长沙站举办了这个治疗犬的甄选活动，选出了前3强。同时呢，我们还选送了海关的吉氏犬加入。我们接下来有请上场。哇，小狗都来了！这是我们的狗。哇，你好大！我配拿这么大只的狗吗 ？Get low, get low, get low, get low. How low can you go? How low can you go? 太可爱了。对的，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叫柯基？给我吃，给我吃啊！别逗我，人类的世界真好玩啊！好的，那在场上的这些狗狗呢，是昨天经过一定的评选，然后入选的狗狗，通常要完成4个方面的测评。第一个部分我们叫社会化，也就是我们狗狗融入到不同的声音、气味的环境，它要能够适味。你家的狗好社会啊，跟人倍儿能喝那种。第二部分叫服从性，我们带着狗狗沿我们的右腿原地360度转一圈，然后命令狗狗坐下，但是这个时候不能用牵引绳拽它，只能用我们的语言指令。3次指令以上的发出，狗狗没有执行的话，这个就将无效了。好，来，前锋先来。Ready go！ 11，来，坐下。哎呦，可以耶！卷卷，走。卷卷 ，sit。哎，很好，有默契。过来，兄弟，转圈圈。你训练月训练得很好啊！很棒。来，转圈，转圈肯定是行啊。这狗要 say 可是不容易 say。金毛 ，say， 你 say 就有吃的 ，say， you say 有好处的。做就有吃的了，哎呦， say， 那么倔的 say。下面还有一个难度，我们可以试一试啊！你看，这样的一只狗狗到我们旁边之后，我们要去触碰它身体不同的部位，它要不抗拒，没有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先触摸狗狗的头部，摸它的耳朵、嘴巴，然后一定要碰它的胡子。哎呦，我这看着哈喇子。然后把它的这个上嘴唇往上翻一下，这个主要就是狗狗要没有抗拒性。哎，好，还有腹部啊，狗狗最喜欢摸肚子了。哦，大狗也喜欢吗？啊，那一摸它就躺着了。哦，这个修马简直了。这只狗狗其实从我们现在对看过来的话，它其实是特别符合我们治疗犬的一个要求的。而且它的这个修马的穿的这个服装的颜色跟这个以豪的颜色好搭啊，你们俩特别的好。好，那么通过这些测试以后呢，
通过这些测试之后呢，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最基本的，比如说对人的这个友好度是比较高的，大多数狗狗都能通过。不过有一些狗狗呢比较兴奋，好像你一摸它的时候就会来回乱动，还是要加强一些改善的啊。吴老师认为4只狗里面哪2只适合做治疗犬？我觉得呢，其实这2只狗狗呢，从我们前面的表现来说的话，它们比较接近于我们实习治疗犬的这个标准。那只狗简直是我最喜欢的治疗犬，因为它特别助眠。然后你在家在这儿睡不着觉，你看着它，狗都睡着了，我都睡不着。你看，好，来，1号，想训练哪一种？治疗犬。好，我治疗，一博需要治疗啊。好。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不要吃 ，no no no。我可以，来，我们试一下。他现在像个人一样。不行，我都是口水了，我的天哪！等一下，说嘛。亲爱的朋友，今天功勋犬冰洁也是参与到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犬当中唯一还健在的一只犬，也来到了现场，我们掌声有请。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待会儿见。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猿辅导在线教育冠名播出。猿辅导在线教育以科技助力教育。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治疗犬训导师的这个测评现场。那你们每个人都带了自己的一个狗狗。好，我接下来要给到你们一个小小的考验了。你们要吸引它注意力的同时，我要变成一个干扰源。你要想办法把它吸引到你们身上去。Good boy。哎，很好。哎 ，Good boy。不错。什么？乖。什么？什么？注意力集中，握手。哎，不错。好棒哦，兄马。很好。下面我们要进行第2个内容的训练，也就是我们这些狗狗等待的能力。一博可以来配合我做一个示范吗？你可以站到他面前。坐。很好。Good boy。左腿先不动，右腿往后，快速回来，给他一个奖励。Yes, good boy. Cool. 来，我们这边也可以试一试。先退一步，先退，等一下，拜拜。等一下。你已经这么聪明了，还要怎么办？还有一个练习就是狗狗拒食的练习，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有的小朋友或者是老人会给他一些食物，给食物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让我们的狗狗要听我们的。你说它不要吃别人给的食物吗？是的。这办不到吧？我们家狗从来不理我这件事情。你来先试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小马不要吃哦，不要吃，不要吃，看我，不要吃哦，好不好？说好了，不要吃。我说不要吃。不能吃。不要吃啊，好吃。来，一博来试一试。No， 坐。不要吃 ，No。不要吃 ，No。我可以。可以吃。Yes, good boy。OK。刚刚这个一博啊，你是这个，我觉得有训犬师的潜质啊。是吧？怎么让它能够不吃呢？我来做一个示范。我手上有食物，对吧？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我不用语言。它想吃的时候，我把它合上；想吃的时候合上。用我们肢体语言来告诉狗狗，只要它不吃，它就能够得到奖励。我们再慢慢的去培养一个词叫 OK， 就代表它可以吃了。OK。你可以来试试看。
OK。Good boy。来，我们试一下。别这样，起来。他说不要再训练我了，行吧？意思一下。不可以，哎。老师，他好像他现在像个人一样。然后我们把手合起来的时候不要拿走。不要拿走。对，不要拿走。当他放气的时候，笑。对你慢慢的把手摊开，不行，我都是口水了，我的天哪！等一下，小马。好的，这个测试环节先到这里。我们反正有了这次经验之后，以后就会更好的。非常感谢你们来体验我们的这个治疗犬的培训师的工作。好，谢谢各位，谢谢。一博什么感觉？他还是比较活泼，然后没有那么受控制，然后但是学会了一些技巧，比如说控制他尽量不吃食物的时候，让他就不吃，然后让他看我的时候看我。那你不让他看你，他也会看你。我们这个太聪明了，太聪明。练习的时候他就一种我都会，你到底要我练什么？他很有自己的自我意识。我都会，你们训我干嘛？对不对？要不要我告诉你们我会什么？一博，我说你最好不要在演艺圈了，你可以当一名训犬师嘛。真的啊？对，因为他训练狗狗特别快。好棒啊，信念感很强啊。现在有请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嘉宾来到节目现场，中间请。大家都很关心一个问题：工作犬在退役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导盲犬退役之后呢，我们基地一定都会给它妥善安排。它的第一顺位是它的寄养家庭，之后呢是使用者。那使用者这边呢，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给它养老的情况下呢，就像我妈妈，她现在的狗狗已经退役了，现在在我这儿。像这样的狗狗的话，我们服务了很多人，我就给他去建了一个叫治愈银行。这些狗狗之前呢，就是服务的次数比较多，再加上一定的年限，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治愈银行里边所存的治愈的基金，就可以去帮助他们在未来有一些服务。海关技师犬退役之后，一般有3个去向：第一个是送回技师犬基地来进行养老；第二个是训导员，他可以自己领养；第3个是有些防暴犬。它退居2线之后，还可以发挥余热，到海关一些仓库来进行看护作用。刑侦犬呢，养在单位上到了生命终止，或许就是找身边信任的爱情人士把它领回去。收育犬它的状态不能再适合执行任务的时候呢，一般都会在队伍里面养老。当然也有例外，就像我们南京消防支队有一对沈氏兄弟。当时沈鹏那一年是要退役的，沈虎他没有办法退役，然后申请沈虎跟他一起退役领养他。当然这个申请就是最后也批准了。后来退役以后，沈鹏又把他带回家，就开始了各种游山玩水，带他去过北川。他为了照顾好沈虎呢，没有要孩子，因为你要了孩子以后，你就没有时间去照顾沈虎了。到了19年，沈虎呢就突发疾病离世了。那沈鹏呢为此也很难过啊。在2020年的时候呢，沈虎的雕像就落成了。他一看到这个雕像呢，就紧紧的就抱着，这个眼泪就一下子就出来了啊。我也带了一只退役的犬，它叫冰洁，它是在参与汶川地震救援中的最后一只健在的功勋犬。因为现在已经13年了吧，年纪很大了呀。对，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功勋犬冰洁也是参与到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犬当中唯一还健在的一只犬，也来到了现场，我们掌声有请。它也是条史宾格，今年有14岁了，是条公犬。14岁相当于人类80、90岁了吧？对，大概有90多岁了。当时08年抗震救灾的时候，就是带着它去的，在那边70%的幸存者都是收育犬发现的。江苏省镇原灾区
第一名幸存者就是他救出来的，他一共搜索出13位幸存者。那现在每天就细心照顾他就好了。他现在的心肺功能还有肾脏功能都比较差，然后还有慢性关节炎。嗨，冰姐，还记得我们俩的第一次见面吗？那是在2007年的秋天，当时你才8个月大，而我也只有23岁。头一个见面，一个特别热情的向我跑来，那时候就开启了我们亲密无间的14年。08年抗日救灾，是我们携手执行搜救任务的第1年。虽然你小小年纪，却英勇无畏，在坍塌的废墟里坚持不懈地搜索，被碎石划伤，满嘴是血，也从未停下脚步。还记得你在倒塌的幼儿园中找到的第一个小女孩吗？她现在已经上大学了，成绩也特别优异。2017年开始，由于身体原因，你慢慢退出了救援一线，现在呼吸系统、心肺功能都在退化，还患上了很多慢性病，走路也不太稳。我很担心你，心疼你，可是医生说吃药会加重你肾脏的负担，我只好每天用温水给你泡营养餐。一晃眼14年过去了，我早已把你当成了我的家人。这次带你来天天向上，希望可以留下一些属于我们美好的回忆。我不知道未来还能陪你多久，但我一定会和你一起过好接下来的每一天。谢谢你，冰姐，我的工序上也有你的一半，你永远是我的骄傲，你永远的好兄弟，欧阳红红。其实冰洁、神虎那一代呢，已经从救援一线无言的战友变成了无言的英雄。这些年轻的晚辈也接过了冰洁他们的使命，他们的奉献功勋一直都被记着，被战友记着，被时代记着。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是工作犬；对于训导员来说，他们就是亲人，他们就是战友。大家其实每天的工作都会暴露在紫外线当中啊，也非常辛苦。今天呢，我们天天向上给大家送福利了，植物医生石斛仙草防晒大礼包，每人1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在这个风吹日晒的过程当中，用你们训练出来的很棒的狗狗给我们带来这个社会的安全与生活的方便。是的，首次将高山植物石斛蓝添加到化妆品中的植物医生石斛仙草防晒大礼盒送给大家。未来有紫外线的地方，就让植物医生来守护大家吧。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待会儿见。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猿辅导在线教育冠名播出。猿辅导在线教育以科技助力教育。感谢植物医生对本节目的特别支持。植物医生高山植物纯净美肌，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亲爱的天天兄弟，你们好，欢迎来到长沙图书馆。你们的朋友因为太喜欢读书而迷失在了书海中。就在这一片，这个是能查什么？这个。嗨，你好。天天兄弟，你找到小伙伴。Hello。在椅子底下呢，王怎么藏这么？我是第一个吗？南图馆的馆长陈军和北大图书馆的汤燕2位。我们首先来看看2位分别带来的镇馆之宝。宋课本的《论语》，就是有这个一页，你就可以吹几辈子的牛了。朱熹写的诗集传，武状元的殿试的试卷，一甲第1名，文武双全啊！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张子墨同学一直想邂逅的北大图书馆馆草，能否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呢？哇！
接下来呢，我们天天兄弟将会和3位嘉宾共同完成独演剧场。卷心菜的词儿好少啊！这个角色已经被王一博内定了，那我就是前女友了。就是因为后来长了胡子被抛弃了，你才成为前女友的。那我来反串吧，是吧？有一个长了胡子的前女友，还有一个长了胡子的妈妈，好不好？他突然被告知得了脑瘤，每一样东西消失，你就可以多活1天。我不能。你要干嘛？毁灭你！哎，那什么？我想活着。你原本可以活得更久，更久。那么感谢独家冠名商猿辅导在线教育、猿辅导在线教育与科技助力教育，也请大家关注由沈月和刘以豪主演的电视剧《我亲爱的小洁癖》，我们刘雨欣即将上线的全新 EP。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天天向上，我们下周日晚10点再见，再见，拜拜。